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瑞娜的美股频道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特斯拉刚刚公布的25年的 Q3 财报。这个财报呢，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特斯拉式分裂。营收呢是创下历史新高，但是资本市场却不买单，股价应声下跌。如果你也是对美股感兴趣，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的小伙伴，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的分析群。在群里我们每天更新盘后的分析以及个股分析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特斯拉这次财报，以及我们作为投资者该如何去操作特斯拉这只股票。我们先从市场的反应入手，来看一下这背后的逻辑。为什么明明是一份亮眼的财报，却引发了股价的下跌？截止10月23日的美股早盘，特斯拉的股价呢仍然是处于承压。昨天的收盘价呢是 438.97 美元，盘后又跌了4到6个点，早盘呢最低探到了430美元附近，年内的累积涨幅被压缩到了大约12个点。一句话总结，营收漂亮，但是盈利不给力。那么为什么它的营收漂亮，但是盈利不给力呢？这里面包含着哪些逻辑链条？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次财报的营收呢确实不错，交付量和收入都创了新高，说明呢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力仍然存在。但问题就是毛利率不升反降，去用价格换取销量之后呢，利润的修复速度却远低于预期。特斯拉呢，它在财报会上解释，原因主要是有3点。第一点，研发的投入大幅飙升至了38亿美元，其中 AI 与 FSD 占比呢约 60%。第二点，美中的贸易摩擦呢导致零部件成本上升约 6%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它的碳排放信用收入锐减 25%。再加上超级工厂的扩建、充电网络投入太大，这些都吃掉了当期的利润，所以结果就是增收而不增利。此外呢，比亚迪等竞争对手的价格战继续蚕食着特斯拉的份额，全球的市占率也降至了 47%。老马也在 X 上发帖称 It was difficult building this revenue， 意思就是拿到这份营收啊，真的不容易。那到底是不容易在哪里呢？我们来从这3个层面来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代价高昂的营收。这份创纪录的营收并非是来自品牌的溢价或者是产品红利，而是依靠持续的高额研发投入和可能存在的隐形降价来换取。可以说每亿美元的营收增长，其背后付出的成本呢比以往都更高，这也是在烧钱为未来的 AI 和机器人业务铺路，但代价呢是牺牲了当下的利润表。深入一层，这不仅仅是短期账面的损失，更像是特斯拉在赌一个先抑后扬的增长曲线。那么第二层呢，就是它的两面受敌的竞争格局。一方面，它现在要应对来自比亚迪等传统电动车对手的价格战，守住市场份额；另一方面，又要投入另一场更烧钱的科技军备竞赛，在 AI 超算和英伟达 OpenAI 抢位置，这相当于左手拼市场，右手拼科技，它的精力与资源呢都被拉满。这里的逻辑递进呢显而易见，外部的价格战压缩了毛利的空间，那么内部的科技赛道呢又拉开了开支门槛，导致盈利像夹心饼干一样被两头挤压。最深的一层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马斯克呢，他就是在向市场喊话，他试图引导投资者用新的一套估值逻辑来看待特斯拉，不要再仅仅盯着汽车的毛利率和季度交付量了，而是更应该看到一家 AI 与机器人公司在研发期的巨大投入和无限的潜力。但是资本市场它是更看重现金流和回报周期，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。所以目前的核心矛盾呢，就是特斯拉的未来蓝图越是宏伟，那么当下的财务表现呢，可能就越不好看。那么很多人说了，马斯克又开始画大饼了， FSD 一拖再拖， Robotaxi 喊了又喊，可问题是为什么市场仍然还是去买账呢？因为他画的饼大部分最后真的实现了。因为你仔细去扒开他的履历呢，会发现一个真相，老马没有瞎画大饼，他用一场又一场的硬仗，一次又一次的破产危机，硬生生砸出来的靠谱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详细描述马斯克的成长故事了。
但是他的大饼并不是空谈，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行动逻辑。包括他个人履历中的每一次暴富呢，都不是一个终点。很多其他的创始人、创业者可能在得到一次暴富的机会之后就躺平，实现财富自由，享受人生了。但是你去看马斯克，每一次的暴富都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燃料。他总把上一轮的收获去 all in 下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而且他也足够的坚持，抗压能力也非常强。最近很火的 SpaceX 星舰 B2 超重型推进器呢，在星舰基地完成完美的筷子回收。那么到今天 SpaceX 已经是全球最强的商用航天公司。特斯拉呢本身也是电动车领域的巨头，马斯克也是成了历史上最富的人。他不是 PPT CEO，他吹的牛呢，也许会晚到，但是一定会到。除了财报呢，市场关注的另一半焦点其实还是在马斯克本人。他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又上演了3板斧。第一幕，救世主医生，他说 Optimus 呢，人形机器人未来会成为令人惊叹的外科医生，而特斯拉的 AI 呢，正处于命运的拐点。第二幕就是怒怼资本，他在 X 上为那份1万亿美元的薪酬辩护，直接称反对机构为企业恐怖分子。第三幕炮轰政府，这还没完，他同时与美国的交通部长肖恩·达菲公开争执，言辞激烈地指责对方政策正在试图扼杀 NASA。 这一连串的组合拳呢，让华尔街的感受非常的分裂。一边觉得呢，这位 CEO 戏实在太多，增加了不必要的争议和焦虑，但另一边呢，你又不得不承认，他正是通过这种制造冲突和话题的方式，强行的把市场的注意力从电动车价格战这个泥潭里，硬生生的拽回了他所主导的 AI 与机器人的叙事。那么究竟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呢，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？它真的能支撑起特斯拉未来的估值吗？马斯克呢是很懂资本市场的人，当财报没那么完美的时候，他就用更大的故事去重塑预期。他这些操作呢，其实就是在对外宣告，你们啊别盯着那几个点的毛利率了，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在改写人类文明。财报后的分析师观点也非常的分裂，我们层层分类一下，看悲观阵营的当下痛点如何与乐观阵营的未来潜力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虽然情绪目前仍偏向负面，但是 AI 与新建的故事呢，暂时撑住了信心。这里的分化不是随机，而是逻辑递进。短期呢，它是聚焦于盈利 miss， 长线压住它的叙事兑现。悲观阵营呢，其实就是在层层的放大风险。Yahoo Finance 指出，马斯克回避 EV 需求，让市场担心核心业务增长呢乏力，这曾直击了汽车业务方面的泥潭。高盛呢，它是维持着中性评级，目标价是390美元。CNBC 呢批评马斯克在财报会上过于情绪化，分散了投资者的注意力，增加了治理的风险。乐观阵营呢，比如 Business Insider 强调 FSD V14版本年底测试，三星的新芯片协议可以降低 15%， 从技术落地切入。Teslarity 报道 Optimus V3 呢预计26年量产，部署1万台。分析师 Tom Nash 给出的目标价是900美元，压住 Robotaxi 和新建协同潜力。好了，讲完了故事，我们回到最实际的盘面。那么技术图形呢，它是不会骗人的，它告诉我们市场目前最真实的情绪：跌破震荡区间离场，突破震荡区间进场。具体呢，就是如果股价跌破413美元，那么果断离场走人，不要犹豫，等它回调到350到360美元这个区间再回来接。相反，如果股价上涨突破了近期的震荡区间，那么就可以选择进场做多，顺势而为，别跟市场唱反调。马斯克那个关于新建的推文在 X 上获到500万的互动，散户的信息还是在燃烧的，所以我认为只要大盘不崩，特斯拉有概率出现一波技术性的短线反弹。当然，目前大盘的情况下呢，我觉得还是要多看少动，观望为主，等待信号。所有的目光呢，我们应该锁定在一个关键的日期上，也就是11月6日，特斯拉的年度股东大会。马斯克自己已经预热说，这次会很特别。市场普遍预期，届时可能会有关于廉价车型 Model Q
Optimus 机器人或者是 FSD 的重大更新。当然，以上呢是基于短线的操作技术面分析。如果你是长线的投资者，你是否真正相信马斯克的那个愿景？相信他能把特斯拉从一家造车公司蜕变成一家 AI 加机器人的生态帝国？那么现在每一轮回调都是在为你提供一个进场的机会。它的成长也已经证明，大愿景呢总是会有大的回报。层层布局到这里，策略已经不再是一个机械的规则，而是与个人信念的融合。多看少动，等催化落地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目前特斯拉呢属于短期的阵痛难免，但是长期的潜力仍然让人无法忽视。马斯克给人画的大饼，让地球的 AI 与太空中的星舰互相共振。从我个人角度来讲，马斯克呢是我个人的偶像，所以他画的这个饼我肯定是会接。说不定哪天马斯克能拿出 Robotaxi 的商业化时间表， Optimus 的具体的量产节点，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实质性的进展，那么股价破500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对于特斯拉呢，我们除了关注股价，还要多看一下老马在 X 上发什么，因为他的推特呢，很可能就是市场情绪反转的最早的信号。毕竟投资股票呢，本质上是投资一家公司的未来。如果你不清楚它的未来是什么，那你只是把钱交给了一个陌生人保管。点赞关注，到时候我们看完它的股东大会也会给出相应的分析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互动，祝大家在美股发财。